柬埔寨这个国家，光看名字啊，是不是立马有一种既穷又可怕的画面感？带着对这个名字天然的畏惧，我从未想过自己会去这里旅行。直到有一天，我刷到一个聊东南亚最被低估旅行目的地的笔记，评论区呼声最大的居然是柬埔寨的暹粒，对，就是那个吴哥窟所在地暹粒。我当时很吃惊，因为没去过的人一提到柬埔寨，脑子里面首先想到的是园区和腰子，我也不例外。这种水深火热的第三世界国家，怎么能去旅游呢？但我仔细一看评论区那些去过的人，清一色说暹粒是柬埔寨的一片净土，非常友好安全。吴哥窟的震撼程度也非言语能形容，而直觉告诉我他们不是在骗人。我上网搜集了一些资料，惊奇地发现暹粒居然是亚洲最受欧美游客欢迎的旅行目的地。回到视频开头，它的中文名很可怕，但是如果看它的英文名 Cambodia， 是不是立马有一种北非旅游胜地的感觉了？我甚至在想，如果中文翻译成肯博蒂亚而不是柬埔寨，是不是大家就没有那么害怕了？其实很多偏见都是周围的信息和自己的脑补幻想出来的。想明白这点后，我决定买张票，踏上暹粒这块土地，来这座全亚洲都能上榜的旅游城市一探究竟。暹粒绝对是被低估的旅游城市，好有朝圣的感觉。八孔寺一个项目才6、7块。到柬埔寨啦，又来解锁一个从未到过的国家。我刚刚从曼谷飞到暹粒吴哥机场，我出发之前没有做过任何的攻略，所以准备随便走一走，逛逛吴哥窟，看一下这边的物价和曼谷相比是怎么样的。你没有听错，心大的我1分钟攻略都没做，甚至连吴哥窟有多少个寺，在市区还是郊外，怎么玩都不了解，兜里也只带了1000多美元的零钱。因为我始终相信，任何成熟的旅游城市都不需要做太多路线上的攻略，当地会有无数机会了解到比网上更靠谱的一手攻略。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本地人宰客的问题。借此机会，正好看看我们2个旅行老油条的避坑能力。这条视频会沉浸式记录我在暹粒4天3晚的真实遭遇，希望对屏幕前的你有参考价值。俗话说，到了陌生地方，从出机场开始就可能被宰。果然，立马有人上来搭讪，老公以为是黑车司机，本能的不想搭理他。所以打到酒店是20美金是吧？机场大巴也要8块钱一个人，而且它班次是固定的，得等车。其实刚才那个小哥是机场工作人员，负责帮游客对接出租，每辆是20美元，一口价，直接送到目的地。而我们坐机场大巴并没有便宜多少，我们的酒店离机场很远，坐大巴到下车点后还得想办法去酒店。我突然觉得这里的人还是很厚道的。我们的司机长得很像姜浩文，这个长得很像那个姜浩文。姜浩文，你不觉得挺像？像，而且很健谈。Say that again? Sawadika. No. I know the Thailand. Cambodia is the Thursday. Thursday. Yes. And good morning. So this. Yeah, good morning. Thursday. Say the Arun Thursday. Thursday. Arun Thursday. Good morning. Oh, okay. So today. So what about how much? 1 month. 1 路上，我老公就开始和他了解包车价格了。$40. $40 for 1 day? Yes. So what about 3 days in a package? 170. So 1 day is like $40 and 3 days is $170? Because you know at the outside 因为是 and 大 the 选。 sunrise and sunset. I include for you everything. Tomorrow, what time you start? That's the point, because we don't start early. Yes. So that's why we want to like lower the price, because we don't need that much. So like 120 maybe. If not, we will do like 100 for 2 days. 他告诉我们，吴哥窟各个寺之间隔得很远，必须全程用车或者摩托代步。包他车的价格是170美元3天。我们2个杀价高手，现场就给他上强度了。Yeah, because I pay you 20 for this ride, right? You take like 140 from me for the like 4 days. You know what I mean? 谈价之后，他答应最低140，然后我们俩跟他讨价还价，最后一天小圈把汽车换成突突，硬是换到了120美元3天。我们也是后来才发现，包汽车51天，包突突车21天，在暹粒就是合理的价格。因为当地包车司机多，竞争非常激烈，
大家就按照我的这个价去还，准没错。哇，这个好清爽解暑。Restaurant in the middle here for the breakfast, lunch and dinner, and the bar also the same area. Public changing room toilets there. 这个是咸水的泳池。So this is only entrance for the room, right? Yeah. Oh, okay. For the snack and the mini bar to keep inside here, we would like to charge for the menus. Hair dryer, safety valve, and the bathroom. Yeah. And we also have laundry service in the hotel as well. Yeah. And the facility is no problem. We have 8 hours TV for the day. In the morning and come again in the evening. 这个酒店有几个我觉得相当神奇的地方啊。首先就是它没有电视，朋友们，你们谁住过没有电视的酒店吗？然后就是它这个院子是唯一进门的地方，而且啊，它是正对着床的。如果你想保护隐私啊，拉一层窗纱还不够，得把这层遮光帘也得通通给拉上。然后就是这2天这边不是下雨吗？晚上回来进酒店大堂的时候，那前台服务员跟我说：“你把鞋子和袜子都脱了，赤脚回房间了。”因为整个酒店一下雨啊，门口小路上全部都被淹了。除此之外呢，这个酒店各方面都还是挺不错的。酒店最近的711需要2公里，我们俩现在打出租车出去，但是手里面只有1美金的零钱，然后这边的司机是不找零的，来回需要3美金，所以现在刚刚央求了司机半天，给我们先送过去再说。看见啥的都是国内的饮料，按照1人民币等于560瑞尔来算的话，这一瓶水蜜桃汁得有11.4块，物价是国内的2倍。细心的朋友肯定注意到了，这里明明有自己的货币瑞尔，但我带的是美元。超市的商品标签往往同时标了美金和瑞尔的价格，这是因为上世纪90年代的联合国维和时期，柬埔寨流入了大量的美元，并且成为了社会实际流通货币。为了抑制通胀、吸引游客和外资等等原因，政府选择保留美元结算。如今的柬埔寨，美元可以畅通无阻，和瑞尔的汇率一般是1比4000来结算。比如你买3美元的东西，付给商家5美元，他可以找你2美元，但更多的情况是找你8000瑞尔。今天是暹粒的第1天，先给大家理一下我们3天的行程。整个吴哥遗址有30到50个主要景点，分散在暹粒市区外。最经典的小圈、大圈、外圈的3日游，总共可以覆盖到最核心的15到20个景点。大部分游客都会从最著名的小圈开始，但喜欢先苦后甜的我，决定第1天从外圈开始逛，把最震撼、最著名的小圈放在第3天。事实证明，我的选择无比正确。出发。Okay, ready. Okay, we have one quick video with you. 和蒋浩文合照了。Okay. Okay. 我们准备买这个 3-day pass， 62刀。Okay, this is your ticket for 3 days. 3 day, Anyway, okay. you can take a photo in your phone. If you lose Okay. your ticket, you can come back here again, just in Okay. case that you lose. 上面还有我们俩的大头照。我昨天研究了1晚上买票的事情，但是找了很久也没有发现合适的入口。如果大家跟我一样是包车出去玩的话，可以直接让司机带你去购票点。大家最好拍一张照片，售票员说，如果说你的票丢了，可以拿着你的照片去售票点补票。Your first day today. Yeah. Thank you. 来了，一群售卖小纪念品和要钱的小孩。来这儿瞬间有了朝圣的感觉。吴哥遗址的寺庙曾交给不同国家修复，所以呈现风格略有差别。第一站班提瑟玛是法国人负责的，它的中央塔群和围墙的建筑风格酷似吴哥窟，所以被很多旅行者称为小型吴哥窟。面积虽不大，但保留很完整，这不是妥妥现实版的神庙逃亡吗？游客周边做得非常成熟，里面的厕所非常干净，都有纸巾。修缮的话，本地人是要收钱的，游客如果买了票就是免费的。牛好瘦。第2站女王宫是一定要来的，
我们刚刚从第一站开过来，差不多花了半个小时的时间。女王宫，它其实直译过来意思是女人的城堡。这边供奉的是婆罗门3大天神之一的湿婆。这种柱子它已经断掉了，用钢筋从中间缝起来修复了。这边的壁画都是在陈述以前的原住民如何抵御外族侵略的故事。女王宫的雕刻主要讲了印度教的神话。很多学者认为，如果只看雕刻艺术，女王宫甚至比吴哥窟更惊艳。粉红砂岩在阳光下呈现的玫瑰色，让整个寺庙看起来非常柔美。因为颜值太高了，1923年，一个法国游客盗走了4件女神像，虽然在边境很快被逮捕，失窃的女神像也随即被送回柬埔寨，但这人后来竟然成为了法国文化部部长和著名作家。感兴趣的可以去了解一下这段历史，还是挺震撼的。你很难想象纯粹的石头墩子是怎么特别紧密的结合在一起，然后这么多年还是保存完整的。出口这边就是一些手信店，有一些柬埔寨风格的衣服，还有一些小工艺品。开始出现这种滩涂了，应该离下一站那个水村不远了。44刀。我们先在刚刚那个港亭这边买船票，买了之后司机再带我们去入口，才开始正式的水村的游玩。哇，包船嘛！我想尝试那个。Hello。洞里萨湖是东南亚最大的淡水湖。最有特色的是由周围6到10米高的密集吊脚楼组成的水上浮村。这里70%的村民是越战时期逃亡至此的难民后裔，主要靠捕鱼为生。你看他们在晒鱼，医院旁边还有学校，哇塞，好牛逼啊！这些电线你看架在水上面。大船开了半个多小时，村庄逛的差不多了，我们现在要开船进里面的水森林了。感觉空气很好。我们现在先上岸，从这个大船换一个小船，到地儿后换划桨船，深入红树林，继续我们的探索之旅。水屋出发，出门带一个拎包的就是爽。这里面会不会有鳄鱼啊，朋友？气温明显比 Village 那边要低好几度，很凉爽。这边大麻缸，直接从水里面捡起来一个螺，回去你的家里吧。走到现在，周围只有我们一辆船。让加点滤镜和加码去。对，好有原始森林的感觉。但它的水不是很活，然后它的水对。How are you today, ladies? Hello. Yes, how are you? I'm fine, thank you. Where you come from? China. Ni hao. Thank you. 买了一个给大妈，坐了一会儿，感觉已经有一点审美疲劳了。这个地方只能来20分。但是就当在这儿呼吸新鲜空气。漂了30-40分钟，哇塞！这边捕到过世界上最大的淡水鱼，据说长达3米。我们还有我凯子队的球衣啊。尝一下吧。豇豆胡萝卜蛋。这个饭有点微甜，里面就是各种时蔬或者蛋的味道。这牛有点柴，我觉得可能就是因为路边的牛都长得很瘦，没有什么肥肉，基本上光盘了。哇，这里好开阔啊！后面是水中密林，真的超级像天空之镜。卖东西的大妈又来了，哎，我没说话，没理她，她走了。现在我们差不多总共玩了2个小时，正在原路返回，然后再包车去下一站。东南亚路边有这么多野狗，我之前看壮哥的视频。他总是被活力犬吓到，我还不以为然。今天的第3站 ，Thank you。别给小孩糖果。女士不应触碰或递交僧侣任何东西。如果想拍照，得征求他们的同意。第
一座5层宗教建筑。八空寺引道入口的护城河边是一对守护寺庙的那迦神蛇。在高棉文化中，那迦蛇象征水与河流，很多吴哥寺庙的桥都会设计成人走在那迦蛇背上进入神的世界。里面的5层，每一层代表宇宙的层级，顶部象征须弥山，也就是神的住所。后期建造的吴哥窟和巴戎寺都是沿用了它顶层须弥山的造型，两端都是护庙的神兽。这里很适合作为当天最后一站，是欣赏日落的绝佳地点。今天到目前为止，我觉得颜值最高的是女王宫和八孔寺。八孔这边的5层建筑确实非常有艺术感。我原本的计划是班提瑟马、女王宫、洞里萨湖水屋、奔密列，最后是八空寺。但我们出发的很晚，无奈的发现剩余的时间已经不够去奔密列了。大家可以看一看地图，外圈各个景点之间真的非常远。这一天的大半时间我都在路上，体验其实不太好。虽然女王宫、八空寺背后的故事很吸引人，但对历史背景一无所知的人来说，不就是一堆雕着图案的石头吗？很难觉得它有多震撼。回程路上，我们当即决定明天先去吴哥历史博物馆恶补，再开始大圈的行程，不然真的是白瞎了这张3日票啦。现在是5点半，我们今天的行程已经结束了。司机带我们到市中心，60分钟6块也很便宜啊，50多块钱，我觉得比泰国便宜。你想按个绝吗？按个全身，就是先按30分钟脚，再按1个小时。1个半小时吗？对，1个半小时就是12刀。12刀就是多少？12刀是70、80。70多。可以试试看。我看这家店还挺干净的。30 minutes foot and 1 hour body。我想看看柬埔寨这边他们按摩跟泰式按摩有什么区别。这家店看起来环境还不错，比泰国很多小店都干净。哇，这大妈有点手劲的，我觉得还比泰国大妈摁得好。泰国大妈就是各种摸，这儿摸一下，那儿摸一下，按的有点舒服，想睡了。你摁完了是不是该喂食了？刚刚才吃完。我们吃下一顿之前肯定得再。但是我刚刚把70%的食物都给他了。我们已经停了10几分钟了，它是整个街区都停电，而且不知道还要继续多久。哎呀，你点的这杯是啥呀？Ice lemon tea。尝尝味道。糖浆没有搅匀，糖浆都在下面。太甜了是吧？感觉这个应该是我喜欢的味道。这个里面是鸡肉、豆腐，还有豆芽菜，也就一小块吧，还没我手掌大。这边肉多，这边肉多。没有小费。进去看看。刚刚下大雨的时候，整条街都被淹了，现在水已经排掉好多了。我们俩现在花2刀打了个蹦蹦车回酒店。我到暹粒已经30个小时了，目前为止我对这个城市的印象是在变得越来越好的。第一天到可能是因为住的酒店位置和环境有点一般吧，再加上附近的马路上野狗有点多，我总觉得这个地方是鸟不拉屎的。今天正式见到了一些吴哥窟的寺庙，然后接触到的所有人，包括司机、售票员、船夫，还有服务员，一次都没有被宰，一次都没有哦。今天把最辛苦但景色又最一般的外圈给啃下来了，明天准备去大圈，再加上吴哥博物馆，后天就去最经典的小吴哥景区啦。好啦，我们明天见喽。送的拼盘，今天早上有超大块的芒果。柬埔寨鸡肉汤粉，这个跟越南粉有点像，但它是这种透明的细米粉。它比越南粉甜一点。现在是第2天上午的11点多，我们今天第一站是去吴哥博物馆。昨天我们去了外圈的女王宫和八孔庙，因为对那边的历史环境不够了解，我感觉看到的都是很像的东西。所以今天要先去博物馆充充电，了解一下他们的历史文化背景，
之后再看到今天和明天更经典、颜值更高的建筑物之后，我会很茫然。吴哥博物馆主要讲的是高棉帝国的历史、吴哥寺庙的建筑艺术和印度教神像介绍。我非常推荐大家把这里作为开始正式行程前的第一站，因为当我们亲眼见到这些世界级的遗产，如果只是合影发朋友圈，而对背后的历史故事一无所知，岂不是太可惜了吗？我全程带着中文讲解，但说实话，内容很浅显。如果想了解更多，还是需要配合维基百科来看，或者在当地请一个线下的中文导游。咱们如果买了吴哥窟的3日票，你千万不要觉得这边的每一个寺庙样子都差不多，看1、2个就觉得后面没有什么好看了。最好是先去博物馆了解一下不同寺庙，还有这些门楣啊、浮雕啊，以及相关一些佛教的历史的故事，不然你就会觉得这个票买的非常的浪费。这是今天我们第一座参观的寺庙，确实穿白衣服拍照更好看。刚刚看博物馆的时候解说，这个外墙的柱子最初的时候是圆柱，后来到小吴哥时期，后面的建筑都变成了方形的柱子，坡度和高度都很大，所以他们搭了这种木梯，更好往上走一点。看看有多陡，能下但是不敢下，谁敢从这儿下？天哪！比利寺是吴哥历史上最重要的佛教国王罗真陀罗跋摩2世造的，曾是高棉皇族举行火葬仪式的场所。从东门进最漂亮，看到顶层的五塔布局，中间的主塔象征着须弥山，四周的4座副塔象征4大洲，顶层可以看到吴哥森林。中文我听不懂。我来找一下。我找一下。我找一下呢。比利寺。对，谢谢你。比利寺。不客气。不客气。再会。再会，再见。再见。谢谢你。东梅奔寺，它原本建在一座巨大的人工水库中央，坐船才能到达，是供奉祖先的一座寺。特色是4个角落都有巨大的象雕，象鼻朝外，象征4大象神保护宇宙。第3站塔逊寺，入口顶上是一个佛头，下面的门楣长得有点像金翅鸟，众神围在它周围。上面这位是天女，下面一排是信徒。这种上神下人的布局在吴哥浮雕里很常见。这座寺里有密集的神龛中的神女和门楣上的神兽，这些圆洞是法国修复时期留下的铁钉孔。吴哥最伟大的神王舍耶跋摩7世为纪念长者而建造的。西侧入口门楼上高棉微笑的4面佛像，到底是观音菩萨还是七世本人？学者们众说纷纭。龙潘水池第4站，现在荷花都已经谢了，乍一眼看确实像国内的景区。这是吴哥的水疗圣地，以前北巴莱湖上是没有桥的，大家都要坐船去中间看病。中间是2条纳迦蛇缠绕的圆形小岛，周围连接着4个分别朝向东南西北的方形泳池，各自代表风、火、水、土。每个小水池的入口各有一个动物雕像，以前人们感到身体不适的时候，就可以来这儿进不同的水池药浴。今天的第5个寺庙，圣剑寺。圣剑寺是吴哥规模最大的寺庙之一，是舍耶跋摩7世为纪念父亲所修建，像一个巨型的石头迷宫。在40、50年前，文物贩子非常猖獗，因为头最容易被搬走，且最有艺术价值，很多盗墓者砍掉了佛头卖钱。如果你想全部参观完的话，就是1个小时。那走走看吧先。说回圣剑寺，国王为了让来访的人都对父亲表示尊敬，长廊越往里面走越宽，但拱门却越来越低，最中间的地方不弯腰很容易被撞头。穿过19道拱门，一座爬满青苔的佛塔立于中央，周围有很多小孔，据说以前是镶满了宝石的，现在全部被盗走了。我们现在已经在圣剑寺的正中间了，东西南北4个方向都是这种叠套的门，全程走下来都去到的话，感觉得1个小时至少。继续穿过19道拱门出来，视野豁然开朗。森林中，一座希腊式的2层楼阁立于池塘中央，这就是传说中存放着国王传国金剑的宝剑阁。圣剑寺到吴哥城北门大概15分钟车程，门楼上4张巨大的眼睛半闭的微笑石脸，
北门的雕像比南门的保存更完整。拍完吴哥城北门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站了。现在跑了一天有点累，准备先回酒店休息一下，然后晚上去暹粒市中心吃吃喝喝逛逛，再去按个脚。非游客区的餐厅，一个牛排才5块，我也不知道有没有人推荐过这家店，但感觉很好吃的样子。中间是烧烤，两边是周围是火锅。对，这就是东南亚特色的火锅。哎，1斤牛肉8刀，性价比挺高的。要不明天来试试？第一家来吃个披萨，幸好只点了一个。拉丝了，蘸一下，它这个辣椒。刚刚吃的披萨，你是不是想吃点肉？ Fried ginger with beef。要不坐下吧？哇，这个其实很多，这么大一份，天哪！我已经闻到了姜的味道。可以。现场出锅的应该还不错。做的是青菜鸡肉炒面。它这个青菜挺新鲜的。按脚。然后餐厅、小巴、酒吧，后面是一些纪念品、手信。暹粒绝对是被低估的旅游城市，一直有警察在维护治安。在 Palm Street 附近的民宿上面租房，1晚15刀。我觉得如果你住1个月，你还可以跟他谈，1个月谈到350，我觉得问题不大。街边这种鲜榨的、不加糖不加奶的纯果汁。混合2种到3种都才1.5刀。来到这家看起来还比较高端的店，比昨天去的路边小店贵一些，但是贵的不多，试试看吧。Khmer massage is the soft pressure and Thai massage is the strong pressure. So you like soft and strong, right? Strong together? Yeah. Okay. If you feel hard, you can let her repeat to know can do medium for you. Okay. Yes, so total is 2 hours. 啊耶。Yes, thank you. 还贴心的问我们是想轻柔一点还是大力一点，整的好讲究啊！一个真的青莲花，一杯茶一杯水，2个擦手的毛巾，不错，好干净啊！来到一个双人间，哇哦，还有一个洗澡的地方，先洗个咀嚼。6000瑞尔，10块钱一大盒，尝一下味道咋样？其实如果说不好吃也就认了，反正也不贵。我挑了个最好吃的，我觉得。哎，这小孩不上学在这乞讨，我靠，好吃吗？还可以。比超市上次买好吃吗？好吃啊，没踩雷。 Tomorrow. 我现在退房了，我们今天前往下一个酒店 Park Hyatt。退房之后，我们先去百悦办入住，换下行李，再坐出租车去小吴哥景区。OK, thank you for your time. 跟前2天一样，都贴心的帮我们准备了冰水。先去办入住。哦呦，这个突突有点豪华。 刚刚门口那个突突，粉紫色的主题真的是打到我心啪啪上了。这个冰茶吗？吴哥窟是苏耶拔摩2世给毗湿奴在地球上修的住所，作为供奉毗湿奴的神殿，印度教世界观里的宇宙模型。 它最高的莲花代表了宇宙中心须弥山，需要经过长途跋涉才能进入天界，依次经过长桥、引道、广场，最后是3层回廊，就到了里面的主塔。虽然我没有来看吴哥窟的日出和日落，但是能够想象到到时候有多美。它4周都是各种那迦蛇守护的雕像。哇，这么看已经非常震撼，非常美了。青黑色的建筑配上周围绿绿的树和草地，真的有那种东亚秘境的感觉。
据说以前门楣上都是镶金的，这里改信佛教后就供奉佛像了。后边这个阶梯的坡度非常大，现在不给游客爬上去了。吴哥窟的浮雕最值得看的是搅动如海、天堂与地狱和神女雕刻。走在吴哥回廊之间，石壁无言，但却诉说着沉睡了千年的高棉帝国的光辉记忆。我们现在去下一站巴戎寺，看高棉的微笑。高棉的微笑，这个气温坐车非常的舒服。来到吴哥城的南门，桥两边的雕像是天神和阿修罗，他俩在拉一条纳迦蛇拔河，这就是搅动如海的故事，讲述了宇宙诞生的过程。穿过神魔守护的桥梁，我们正进入千年前的吴哥城。哇塞，他手里拿了一个小芭蕉，小哥在喂猴子吧？你看他不给他手里面。哇，哎，他把Uống đi bạn, tách, ăn bao cho, 我靠， ba đã, 他给你吃了你还开车？ siêu. 大名鼎鼎的巴戎寺来啦！它最著名的就是那216张微笑石脸，已经在吴哥古城上空注视了足足800多年。感觉它四面八方众多石像，每一张脸都在冲你微笑。这一尊是露8颗齿笑的。巴戎寺的浮雕和吴哥窟不一样，吴哥窟讲的是神话史诗，巴戎寺则是普通人的生活，比如买卖、捕鱼、打仗，甚至斗鸡、赌博等画面。是我国主持修复的，这个钢筋门框一看就好中国呀，像一座巨大的石头金字塔。它是一座未完成的建筑，因为建造时总发生雷击，被认为是不祥的征兆，就停工了，所以几乎也没有什么雕刻装饰。这有吴哥最陡的楼梯，这个石阶跟我的小腿一样长，有些台阶接近60度角，象征越靠近神路越艰难，真有种攀爬金字塔的感觉。昨天去的圣剑寺是舍耶拔摩七世给父亲修的寺庙，这个塔布隆寺就是他给母亲修的。对了，这里是古墓丽影的拍摄地。寺庙是印度主持修复的，他们干预的非常少，为了保留这里树木与庙共生的景象，他们得用钢架支持和固定。它的特色主要是这棵大树，一会儿咱们去看一下。这些巨大的绞杀熔根系缠绕石门，把整座建筑包住，仿佛一座被丛林重新占领的古城，太有探险的氛围感了。树既是破坏者，也是保护者，它们一边吞噬寺庙，一边支撑着800年的石墙。总的来说，暹粒给我的体验感绝对不输清迈。清迈的松弛感和低消费，暹粒都有，但世界奇迹吴哥窟可不是哪里都有的。而且经过亲身体验，确定了这里的安全程度非常高，毕竟是柬埔寨倾举国之力打造的旅游名片。当然啊，柬埔寨其他城市就说不好了，所以建议大家来柬旅游，首选也最好只选暹粒。听说柬埔寨再过几个月就要对咱们免签了，我计划再带爸妈过去玩。好啦，感谢大家看到这里，以及给我一键3连，咱们下期见啦！